亲爱的灵魂家人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爱情塔罗占卜。我是你们的塔罗解读师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特别，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主题，它的真心藏在哪？设定你的3条界限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先问问正在观看的你，你是否正在一段让你困惑的感情关系中？是否总是在猜测对方的心意？是否在暧昧中感到患得患失？或者你已经在一起了，却开始怀疑他的真心是否还在？又或者你们刚经历分手，你想知道他是否还爱着你？今天的占卜会深入探讨这些问题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不只要找出他的真心在哪里，还要帮助你设定健康的感情界限。因为真正的爱情不应该让你失去自己，而是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在爱情中设定界限，并不是要把对方拒之门外，而是要保护自己的内心，让爱情能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。今天我会透过3组不同的牌阵，为不同状况的你提供指引。每一组牌都会告诉你，他的真心究竟藏在哪里，以及你最需要设定的3条重要界限。请记得，这个占卜的准确度会因为你的专注程度而提升。所以在选牌之前，请先深呼吸3次，把所有的杂念排除，专注在你想要了解的那个人身上。如果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灵性之旅。选牌说明与引导。好的，现在让我为大家介绍今天的3组牌阵。每一组都有其独特的能量频率，会对应不同的感情状态。第一组牌阵，这组牌特别适合正处于暧昧期、暗恋期，或者刚开始有好感的朋友。如果你们还在互相试探，不确定对方是否对你有意思，或者你想知道这段关系是否值得继续投入，这组牌会给你明确的答案，同时也会告诉你，在这个阶段最需要守护的3条界限是什么。第二组牌阵，这组牌适合已经在一起，但最近感觉关系有些停滞或变化的朋友。可能你们正在经历冷战，或者你感觉他最近有些不一样，开始怀疑他的真心。这组牌会揭示他内心真实的想法，以及你需要如何调整自己的界限来保护这段关系。第3组牌阵，这组牌适合正在经历分手、断联，或者处于复杂3角关系的朋友。如果你想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复合，或者想了解他离开的真正原因，这组牌会给你深层的洞察。同时也会帮助你建立最重要的自我保护机制。请凭你的第一直觉选择，不要思考太久。通常第一个吸引你注意力的组别，就是宇宙要传递给你的讯息。如果你还在犹豫，可以闭上眼睛，在心中默念对方的名字3次，然后睁开眼睛，看哪一组最吸引你。在你做选择的同时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，在感情中，你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？是背叛、冷暴力，还是不被重视？你的分享不仅能帮助能量流动，也可能会帮助到其他有相同困扰的朋友。记得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每周的爱情指引了。第一组，能量验证。选择第一组的朋友，在正式解读之前，让我们先进行能量验证。这个步骤非常重要，它能确认这组牌的讯息是否与你产生共振。请你现在闭上眼睛，把双手放在心口的位置，深呼吸，感受自己的心跳。现在，在心中想着那个让你困惑的人，想着他的样子，他的声音，或者你们最近的一次互动。如果你感受到以下任何一种状况，代表这组牌的能量与你完全对应：心跳突然加速，或者胸口发热，感觉有蝴蝶在胃里飞舞的感觉，眼皮跳动，或者头部有轻微的压力感，
手心出汗或者手只有麻麻的感觉。突然想起某个与他相关的特定画面或对话，感觉想要微笑或者眼眶微微发热。如果你有以上任何感受，恭喜你，这组牌的讯息会特别准确。如果暂时没有也没关系，保持开放的心，讯息依然会传达给你。这是一组能量非常丰富且正面的牌阵。我要先恭喜选择这组的朋友，因为这个组合清楚地显示，他对你确实有真心，而且这份真心比你想象的还要深刻。他的真心在哪里？权杖侍者作为开场，这张牌告诉我，他对你有着新鲜而纯粹的兴趣。权杖侍者代表着好奇心和冒险精神，他看待你的眼光就像看待一个充满惊喜的礼物。他可能会用一些看似幼稚或者笨拙的方式来吸引你的注意，比如故意在你面前表现自己，制造偶遇的机会，或者用一些无聊的借口来找你聊天。这些行为看似幼稚，但其实都是他真心的表现。权杖皇后的出现更加确认了他内心的热情。权杖皇后是充满魅力和自信的能量，这表示他其实很想在你面前展现最好的自己。他可能会特别注意自己的打扮，或者在你面前表现得特别积极正面。但同时，圣杯皇后的出现告诉我们另一个层面，她也有着细腻敏感的一面。圣杯皇后代表深层的情感和直觉，这意味着她对你的感觉不只是表面的吸引，而是有着更深层的情感连结。她能感受到你的情绪变化，会默默记住你说过的话，注意你的小习惯。但这种敏感也让她变得小心翼翼，害怕自己的真心会被拒绝或伤害。节制牌是整个牌阵的核心能量。这张大阿尔卡纳牌的出现非常重要，它告诉我们他正在努力寻找平衡。一方面，他想要勇敢地追求你，表达自己的感情；另一方面，他又想要保持理性，不想显得太过急躁或者吓到你。这种内心的拉扯可能让他的行为显得有些矛盾，有时很主动，有时又突然退缩。他的内心世界与考量。宝剑国王和钱币国王这两张国王牌同时出现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组合。宝剑国王代表理性思维和逻辑分析，他会用很理性的方式来评估这段关系。他可能会思考，我们的性格合适吗？我们的价值观相似吗？这段关系有未来吗？他不是那种只凭感觉行事的人，他需要确认这段关系是值得投入的。钱币国王则显示他很重视物质基础和稳定性，他在考虑的不只是当下的感觉，而是长远的未来。他可能会担心，我现在的条件够好吗？我能给他想要的生活吗？我准备好承担一段认真的关系了吗？这种务实的思考方式可能会让他显得有些犹豫或保守，但这其实是因为他把这段关系看得很重要。命运之轮的出现带来了宇宙的讯息。这张牌告诉我们，你们的相遇绝非偶然，而是命运的安排。现在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捩点，接下来的发展将取决于你们双方的选择。命运之轮也代表着循环和变化，暗示着你们的关系即将进入新的阶段。宇宙正在推动着这段关系向前发展，但需要你们主动把握机会。未来发展的美好潜力。太阳牌的出现真的让我为你感到开心。这是塔罗牌中最正面、最光明的牌之一。太阳代表成功、喜悦和圆满，预示着这段关系有着极其美好的未来。如果你们能够突破现在的暧昧期，将会迎来一段充满阳光、快乐和满足的关系。你们在一起会感到非常自然和舒适，就像阳光般温暖彼此。钱币骑士显示他即将采取实际行动。这不会是什么戏剧性的告白，而是透过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他的心意。
他可能会开始更频繁地约你出去，主动帮你解决问题，或者在你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。钱币骑士是踏实而可靠的能量，他会用行动而不是言语来表达爱。圣杯十的出现更是确认了这段关系的美好结局。圣杯十是情感满足和家庭和谐的象徵，代表着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如果你们能够在一起，将会建立一段让彼此都感到幸福满足的关系，甚至可能发展成为长久的伴侣关系或婚姻。需要注意的挑战与阻碍。但是，我们也需要诚实地面对一些挑战。钱币七的出现提醒我们需要耐心。这张牌代表等待和评估，他可能在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，或者在为这段关系做更多准备。他不想草率行事，而是希望一切都准备就绪后再正式开始。这可能会让你感到焦急，但请相信，好的事物值得等待。钱币五和宝剑二的组合揭示了他内心的恐惧和挣扎。钱币五代表匮乏感和不安全感，他可能曾经在感情中受过伤，或者对自己的条件不够自信。他可能会想，我配得上他吗？如果被拒绝怎么办？我会不会让他失望？宝剑二则显示他在做决定时的困难。他像是被蒙住了双眼，在两种选择之间犹豫不决，是勇敢地向前迈进，还是保持安全的距离？是现在就表白，还是再等等看？这种内心的拉扯可能会让他的行为显得反复无常，一下靠近，一下又疏远。钱币王牌作为最后的讯息，带来新开始的能量。这张牌代表新的机会和实质的开展，暗示着你们的关系即将有实质性的进展。可能是一次重要的对话，一个明确的表白，或者是关系状态的确认。你需要设定的3条重要界限。基于这组牌的能量，我要为你提供3条最重要的感情界限。第一条界限，时间界限。给这段暧昧设定一个合理的期限，我建议是3个月。如果3个月后他还是没有明确的表态或实质的进展，你需要主动做出选择。你可以选择直接询问他的想法，或者选择退出这段关系。记住，你的时间和青春都很宝贵，不应该无限期地等待一个不确定的答案。时间界限能帮助你避免陷入无止境的暧昧纠缠中。第二条界限，情感投入界限。在他没有明确表态之前，控制你的情感投入程度。可以享受当下的美好和暧昧的甜蜜，但不要把所有的情感都投入进去。保持一定的理性和独立性，继续过好自己的生活，不要为了他而放弃自己的朋友、兴趣或目标。记住，在没有承诺的关系中，你没有义务为他付出一切。保护好自己的心，直到他证明自己值得你的全心投入。第3条界限，自我价值界限。最重要的是，绝对不要因为等待他的真心而降低自己的标准或价值。你值得被主动追求，值得被明确选择，值得被珍惜对待。如果他总是让你猜测，让你不安，让你怀疑自己，那么你有权选择离开。不要因为喜欢他就接受任何不尊重或不重视。你的价值不需要通过他的认可来证明，你本身就是完整而美好的。第2组，能量验证。选择第2组的朋友，让我们先来验证能量的连结。这个步骤能确保接下来的讯息准确地传达给你。请你现在调整一下坐姿，让自己感到舒适。把一只手放在胸口，另一只手放在肚子上。缓慢的深呼吸，感受气息在身体里流动。现在，想象你和他之间有一条无形的能量线连接着你们的心。如果你经历以下的感受，表示这组牌与你的能量完全同频。胸口有沉重感或压迫感。
感觉想要叹气或深呼吸，眼睛突然湿润或有想哭的冲动，肩膀或脖子感到紧绷，胃部有紧缩或翻搅的感觉，突然想起你们之间某个特定的争执或美好回忆，感觉疲惫或想要放下什么。这些感受都是正常的能量反应，代表你的潜意识正在接收来自宇宙的讯息。深呼吸，让我们开始解读。这组牌的能量告诉我，你们正处于一个关系的转型期。可能你们已经在一起一段时间了，但最近感觉有些不一样，也许是热情减退，也许是沟通减少，也许是你开始怀疑他的感情。让我来为你揭示真相。他真心的现状分析。权杖二座位开场，立即揭示了他目前的心理状态，他正在规划和思考未来。这张牌显示他并不是不爱你了，而是在认真思考这段关系的下一步。他站在高处俯瞰，手持地球仪，这代表他在考虑更大的格局，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？我该如何让这段关系更上一层楼？我们面临的挑战要如何克服？圣杯侍者的出现带来了一个重要讯息，他其实想要重新找回初恋的感觉。圣杯侍者代表纯真的爱和新鲜的情感，他渴望回到你们刚在一起时那种心动和甜蜜。他可能会怀念你们的初次约会，第一次牵手，第一次说爱你的时刻。这不是因为他不爱你了，而是因为日常生活的压力让他暂时忘记了那些美好。钱币王牌显示这段关系其实有助新开始的潜力。这张牌代表新的机会和实质的发展，暗示你们的关系可以进入新的阶段，可能是同居、订婚，或者是共同规划未来。关键是你们需要一起努力，把握这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他对你的深层感情。圣杯骑士和圣杯国王同时出现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组合。圣杯骑士代表浪漫的追求者，而圣杯国王代表成熟的爱。这显示他对你的感情正在经历转变，从最初的激情浪漫，转变为更深层、更成熟的爱。圣杯骑士告诉我，他其实很想为你做些浪漫的事，想要重新追求你，让你再次感受到被爱的感觉。他可能在计划一些特别的惊喜，或者想要带你重游你们的回忆之地。而圣杯国王则显示，他已经把你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他的爱不再只是激情，而是包含了责任、承诺和深深的关怀。权杖六是胜利和认可的象征，这张牌告诉我们，他其实为你们一起度过的挑战感到骄傲。你们可能一起克服了很多困难，家人的反对、远距离恋爱、经济压力等等。这些经历让你们的关系更加坚固，他深知这一点，并为此感到自豪。圣杯六带来怀旧和童真的能量，他经常回想你们最美好的时光，那些简单而快乐的日子。可能是你们一起看的第一部电影，第一次旅行，或者只是安静地依偎在一起的午后。这些回忆是他心中最珍贵的宝藏，也是支撑他继续走下去的动力。关系中的挑战与压力，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一些问题。吊人牌的出现揭示了他目前的困境，他感觉被困住了，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。吊人牌代表牺牲和等待，他可能为了这段关系放弃了一些东西，也许是个人的梦想、朋友圈子，或者是某些机会。这种牺牲让他感到一些压力和迷茫。宝剑九的出现让我看到他内心深处的焦虑和担忧。这张牌代表失眠、过度思考和精神压力。他可能经常在深夜辗转难眠，思考着各种问题，工作的压力、经济的负担、对未来的不确定、对关系的担忧。这些焦虑影响了他在关系中的表现，让他变得沉默、疏离
或易怒。钱币侍者和钱币八的组合显示，他正在努力学习和改进。钱币侍者代表学习新技能，而钱币八代表勤奋工作。他可能在努力提升自己，学习如何成为更好的伴侣，努力工作来改善经济状况，或者在个人成长上下功夫。他知道自己需要成长，并且正在默默努力。关系的最终走向，钱币十和世界牌的组合带来了非常正面的讯息。钱币十代表家庭的圆满和物质的丰盛，而世界牌代表完成和成就。这两张牌告诉我们，你们的关系有潜力达到最圆满的状态。他在内心深处是把你当作终身伴侣来看待的。世界牌特别重要，因为它是大阿尔卡纳的最后一张牌，代表一个循环的完成和新循环的开始。你们的关系可能已经完成了一个阶段，现在需要进入新的层次。这需要你们共同的努力和理解。正义牌作为整个牌阵的结尾，带来公平和平衡的能量。这张牌有几层含义。首先，它代表因果报应，你们过去的付出都会得到回报。其次，它提醒你们关系需要重新建立平衡，可能过去有一方付出太多。最后，它也暗示可能会有重要的决定或承诺，比如求婚或结婚。你需要设定的3条核心界限。基于第二组牌的能量指引，你需要设定以下3条界限。第一条界限，沟通品质界限。你有权要求高品质的沟通。这意味着当有问题或疑虑时，必须进行开放、诚实、深入的对话，而不是敷衍、逃避或冷战。设定规则，重要的话题必须面对面谈，不能用讯息解决。讨论问题时必须关掉手机，给彼此完全的注意力，不允许在争执中使用伤害性的语言或翻旧账。如果他不愿意好好沟通，那么这段关系就失去了成长的可能。第二条界限，个人空间界限。即使在亲密关系中，也需要保持个人空间和独立性。你们都需要有自己的朋友、兴趣和目标。设定明确的个人时间，比如每周至少有一个晚上是属于自己的，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。这不是疏远，而是为了保持个体的完整性。当2个完整的人在一起时，关系才会更健康。同时，也要尊重对方的个人空间，不要因为不安全感而过度控制。第3条界限，成长同步界限。关系的停滞往往是因为成长的不同步。设定这条界限，你们都必须致力于个人成长和关系成长。这包括定期讨论彼此的目标和梦想，支持对方的成长，即使这意味着暂时的分离，一起学习新事物或尝试新体验。当一方停滞不前时，另一方有权提出 concern。如果只有一个人在努力，关系终究会失衡。第3组牌，能量验证。选择第3组的朋友，我能感受到你正承载着沉重的情感能量。在开始解读之前，让我们先进行能量清理和验证。请你现在站起来，轻轻地摇动你的身体，让能量流动起来。然后坐下，把双脚平放在地上，想象有根从你的脚底深入大地，把所有负面能量导入地心。深呼吸3次，每一次呼气都释放一些痛苦和困惑。如果你感受到以下状况，表示这组牌完全对应你的能量场。心脏有刺痛感或沉重感，喉咙有哽咽感或说不出话的感觉，太阳神经丛胃部上方有空虚感，整个人感觉很累，想要躺下。突然想起分离的那个瞬间，有强烈的情绪涌上，愤怒、悲伤、不甘，感觉时间好像停止了或过得特别慢。这些都是正常的能量反应，代表你的灵魂正在寻求疗愈。让我们一起面对真相，找到前进的方向。
这组牌的能量相当复杂和深刻，充满了痛苦、迷茫，但同时也蕴含着疗愈和重生的可能。我知道你正在经历人生中最困难的时期之一，让我为你揭示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相，痛苦背后的真实。宝剑十的出现立即吸引了我的注意，这是塔罗牌中最痛苦的一张牌，代表背叛、终结和极度的痛苦。你可能经历了让你心碎的事情，突如其来的分手，发现第三者，被欺骗或背叛，或者是你无法接受的真相。这种痛苦如此真实，如此深刻，让你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但请注意，权杖二出现在宝剑十之前，这个顺序很重要。权杖二告诉我们，在这一切发生之前，他其实在规划着什么。他站在城堡上俯瞰远方，手持地球仪，他在考虑更大的格局，可能是工作机会、人生方向，或者是对这段关系的重新评估。他的离开或背叛，并不完全是冲动的决定，而是经过思考的选择。圣杯侍者的出现带来了复杂的讯息。这张牌通常代表新的感情机会或情感的表达，在这个位置上，它可能暗示击中情况，他可能遇到了新的人，产生了新的感情，或者他想要重新开始，但不知道如何面对过去，又或者这代表他内心深处那个受伤的内在小孩需要被疗愈和理解，他内心的挣扎与矛盾。宝剑四显示他目前处于休息和反思的状态。这张牌描绘了一个躺在棺木上的骑士，3把剑挂在墙上，1把剑在身下。这代表他暂时退出了战场，需要时间来疗愈和思考。他可能也在痛苦中，也在后悔中，也在迷茫中。分离对他来说也不容易，即使是他主动选择的。圣杯3的出现让情况变得更复杂。这张牌通常代表庆祝和社交，但在感情读牌中，它 often 暗示第三者或外界影响。可能有其他人介入了你们的关系，或者他的朋友、家人对你们的关系有负面影响。也可能是他选择了回归单身生活，和朋友们一起寻找快乐。节制牌的出现带来了一丝希望和疗愈的能量。节制代表平衡、耐心和疗愈。这张牌告诉我们，时间会疗愈一切伤痛，而且可能会带来和解的机会。他和你都需要时间来平衡内心的情绪，重新找到生活的节奏。急躁和冲动只会带来更多伤害。宝剑2再次出现，与第一组相同，显示他在做决定时的困难和盲目。他像是被蒙住了双眼，手持2把剑，不知道该如何选择。他可能在纠结，是否该回来，是否该道歉，是否该彻底放手。这种犹豫不决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。深藏的情感真相。钱币侍者和圣杯6的组合透露了重要讯息。钱币侍者代表新的学习和成长，他可能在这次分离中学到了重要的人生课题。而圣杯6充满了怀旧的能量，他经常想起你们的过去，那些美好的回忆像电影一样在他脑海中播放。圣杯6特别重要，因为它代表纯真的爱和美好的回忆。他记得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样子，记得你的笑容，记得你们一起度过的每一个重要时刻。这些回忆是抹不掉的，他们会在某些夜深人静的时候涌上心头，让他感到后悔和思念。宝剑骑士的出现显示可能会有急躁或冲动的行动。他可能会突然联系你，说一些伤人或挽回的话，然后又消失。这种不稳定的行为其实反映了他内心的混乱和痛苦。宝剑骑士的能量是快速但不持久的，所以不要对他的突然出现或消失赋予太多意义。未来的可能性与希望。钱币10和权杖3的组合给出了未来的暗示。
钱币时代表家庭的圆满和最终的成功，暗示着如果你们能够克服现在的困难，仍有可能建立稳定幸福的关系。但这需要双方都经历成长和转变。权杖三座位接尾，带来扩展和远见的能量。这张牌显示一个人站在山崖上，看着远方的船只航行。这代表需要看得更远，不要被当前的痛苦所困。也许分离是为了各自成长，也许痛苦是为了更深的理解。未来还有很多可能性，不要因为现在的结束就认为一切都结束了。他的真心究竟在哪？综合所有的牌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可能难以接受但很真实的答案。他的真心其实从未离开，只是被恐惧、困惑、欲望和外界影响所掩盖了。他可能真的爱过你，甚至现在某种程度上还爱着你，但他选择了其他的道路。这不是你的错，这是他的选择和他需要承担的因果。你最需要的3条生存界限。对于经历如此痛苦的你，设定界限不只是重要，而是生存必须。第1条界限，尊严底线。无论发生了什么，无论你多爱他，都绝对不能失去自己的尊严。设定明确的规则，不乞求，不卑微，不为了挽回而牺牲自己的原则和价值。如果他想回来，必须带着真诚的道歉、明确的改变和具体的行动计划。你不是备胎，不是退路，你值得被当作第一选择。如果他不能给你应有的尊重和位置，那么他不配拥有你的爱。第2条界限，接触频率界限。设定明确的接触规则。如果你们已经分手，建议至少1个月的完全断联，不看他的社交媒体，不回应他的联系，不通过共同朋友打听他的消息。这不是为了惩罚谁，而是为了给自己疗愈的空间。如果他不断的出现又消失，给你假希望，你有权完全切断联系。设定规则，要默认真谈复合，要么完全不联系，不接受中间的灰色地带。第3条界限，疗愈时间界限。给自己设定疗愈的时间表，比如3个月专注于自己的疗愈和成长。在这期间，不急于进入新关系，反弹关系往往带来更多伤害，不急于做重大决定，专注于自己的身心健康、运动、冥想、咨商等，重建自己的生活、朋友、兴趣、目标。记住，你的疗愈和幸福不依赖于他的道歉或回归。你有能力自己站起来，变得比以前更强大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无论你选择了哪一组牌，我都想给你一些综合性的建议和更深层的指引。关于真心的终极真相，通过今天的3组牌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共同的模式：真心确实存在，但它经常被各种因素所掩盖，恐惧、压力、欲望、困惑、过往的伤痛、对未来的担忧。男性在表达情感时往往比女性更加困难，他们可能用逃避代替面对，用行动代替言语，用理性压抑感性。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观点，即使他有真心，如果他不能或不愿意正确的表达和实践这份真心，那么这份真心对你来说就是没有意义的。爱不只是一种感觉，更是一种选择和行动。如果他选择不行动，那么你需要为自己做出选择。为什么设定界限如此重要？很多人误解了界限的意义，认为设定界限是冷酷或自私的表现。实际上，健康的界限是爱的表现，爱自己，也是给对方明确方向的爱。当你设定清晰的界限时，你在告诉对方什么是可以接受的，什么是不能接受的。2你在保护自己的能量和情感健康。3你在创造一个让爱情健康成长的环境。4你在教导对方如何正确的爱你。5你在避免怨恨和痛苦的累积。3条界限指引判断。
一回复节律，不再用猜的。再忙可以，但请在当天或隔日中午前给我一句报平安。若超过，我会把当天期待收回，等你准备好，我们再对齐。2、相处节奏，把爱排进日历。我们把相处排进行事历，每周至少1次深度相处，若连续2次临时改期，下次由你主动补位安排。3、对外一致，在光下被看见。当我们确认长期，我需要在朋友或家人面前被一致介绍。若你有困难，请告诉我原因与可接受的期限。3大误会与拆解。误会1，他说再等等，我想慢慢来，等于没把你当成真女友、真男友。拆解方式，把慢转成里程与节点。例如你说，我尊重配速，但需要可见的里程。我们把每周1次深度相处与下个月在朋友面前一致称谓当2个节点，好吗？这种把抽象变具体的说法，会大幅降低他的防御。误会2，他谈钱工作太多，等于他不浪漫。拆解方式，把你对浪漫的期待翻成节律与仪式。例如，我希望每周有1次我们的晚餐，花多少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一起坐下，把手机放到一边。当你把浪漫从昂贵事件换成可重负的节律，他会欣然配合。误会3，他临时改期，读不回，等于他磨心。拆解方式，先设定回复节律与补位规则，临时改可，但连2次改由他主动补位安排。当日隔日中午前一句报平安。你同时告知，我会把当天期待收回，避免两边更累。你不是在冷处理，而是在示范尊重彼此生活的秩序。你最在意的3个场景，逐一拆解：暧昧、有伴侣、冷战、断联。暧昧场景，他对你很热，但每到称谓公开就安静。进程观察3问：一、他有没有把你排进固定周节律，如每周固定1次深度相处。2、他会不会主动补位，临时改期之后主动提出替代安排。3、他是否已在小圈子里把你带上光，朋友聚、合照、社群互动。只要3问中达成2项且连续4周保持，代表他已在以行动表态。接着你再提出小而可行的对外一致，例如下月某位朋友的生日聚会，请他以伴侣身份介绍，成功率会很高。有伴侣场景，相处很好，但对未来谈不拢。关键不是立刻一致，而是能不能把差异变成流程。你们常卡在3个议题：金钱 AA、AB、共同基金、时间彼此周节律、家庭、探亲、界限。做法是把大题拆小题，一次一题，30分钟上线，隔日追踪结论，1周复盘。宝剑国王喜欢清单与结论，钱币国王喜欢可执行的条目，节制要求节律。当你们能在流程里对话，你会惊讶分歧原来只是语言不同，而非价值对立。冷战断联场景，他很久不见人，你还要等吗？先用3指标衡量值得：一、他是否仍在你的日常里留下痕迹，被动但固定回讯，被提到你的近况，共同圈的自然关心。2、你提出小专案时，他是否愿意合作，一起处理件事，一起运动打卡2周。3、你把回复节律与补位规则说明后，他是否能遵守2周。若3项过2，较可复健；若1项都无，建议暂停等待，把自己拉回秩序，避免把时间投到无效等待。对话脚本：真心 vs 界限的说法。脚本1：公开的一小步，命运之轮成太阳。我喜欢现在的我们，也相信你在配速。为了让我们更放心，我希望下个月在某某的生日聚会，你介绍我是你的伴侣。若你有困难，请告诉我原因与你需要的时间，我愿意听。解说：你把需求与弹性同时放上桌，避免他感到被逼。脚本2：
不为规则，钱币其事成节制。你临时改期我能理解，但如果连续2次改期，下一次由你主动提出时间与安排，这样我会感觉被重视，也能更好安排生活。解说：以我感觉我生活表达，不进攻人格。脚本3，回复节律，宝剑2成钱币5。我在忙碌日需要当天或隔日中午一句报平安，简短即可。若超过，我会把当天期待收回，改安排自己的生活。解说：你不是惩罚，而是示范秩序，让2人都不被焦虑吞噬。时间尺：等多久才算浪费？0至2周。他是否接住回复节律与补位规则？3至6周。是否形成固定周节律，每周1次深度相处或等值？6至12周。是否有1次对外一致的小节点，朋友聚、合照、社群互动？3至6个月。是否谈过至少1题长期1题，财务、居住、家务、家人，并形成可行结论？若以上每阶段都通过，关系在走正轨。若第1阶段就失败，规则被无视，建议先暂停投入，把关注带回自我秩序、睡眠、运动、家务、社交，避免用更多付出换取最小安全。红绿旗总表快速判读。绿旗：临时改期，主动补位时间、地点、流程，主动拉你进周节律，固定晚餐运动，愿意谈钱与家务，不逃避。小圈子里自然公开，朋友知道，社群互动，愿意听你的界限并在2周内照做。红旗：只在夜深与你感性对话，白天无行动，永远以在等等作结，对你任何需求都以最近太忙回复，对外长期闪躲，称为暧昧，见面回避，长期无法落实任何一条你们同意的规则。记住，没有界限的爱不是爱，是依赖和牺牲。真正的爱是在保持各自完整性的基础上的结合。如何实践这3条界限？星号实践步骤1：写下你的界限宣言。星号。今晚拿出纸笔，正式写下你的3条界限，不只是在心里想，而是要写下来。格式可以是你的名字，在今天设定以下的感情界限：1时间界限，具体内容；2尊重界限，具体内容；3成长界限，具体内容。我承诺会坚守这些界限，因为我值得被好好对待。把这份宣言放在你每天都能看到的地方，每当你想要妥协时，读一遍提醒自己。实践步骤2：创建支持系统。设定界限需要勇气和支持。找2-3个你信任的朋友，告诉他们你的界限，请他们在你软弱时提醒你。当你想要打破自己的界限时，先打电话给他们。有时候，我们需要外界的声音来帮助我们保持清醒。实践步骤3：准备面对反弹。当你开始设定界限时，对方可能会有各种反应，生气，指责你变了，试图让你感到愧疚，或者突然变得特别好。这些都是正常的反应，因为你改变了游戏规则。坚持住，不要因为对方的反应而放弃你的界限。记住，如果他真的爱你，他会学习尊重你的界限；如果他不能接受，那么他不适合你。特殊情况的额外指引：如果你正处于暧昧期，给自己一个期限，建议3个月，在这期间观察他的行动。如果3个月后还没有进展，你需要主动 clarify 关系状态。你可以说，我很享受和你在一起的时光，但我需要知道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。不要害怕这个对话，真正对的人不会因为你的坦诚而离开。如果你们正在冷战超过1周就是情感暴力。如果已经超过1周，你需要打破僵局。发一条简单的消息：
我们需要谈谈，这样的冷战对谁都没有好处。如果他还是不回应，那么你有你的答案了，他不够成熟来处理关系中的冲突。如果你想要复合，复合不是不可能，但需要满足几个条件。导致分手的根本问题必须被解决，双方都必须有成长和改变，必须有明确的复合计划和新的相处模式，不能只是因为寂寞或习惯而复合。如果这些条件没有满足，复合只会重复过去的痛苦。现在，我想要和正在观看的你有更深的连结。请在评论区回答以下问题，让我们创造一个支持性的社群。你选择了哪一组？准确度如何？请留言告诉我。例如，第二组，准确度 95%， 特别是关于他的焦虑那部分，完全说中了。你的回馈能帮助我更好地服务大家。你的3条界限是什么？分享你为自己设定的界限，例如，我的3条界限：不接受冷暴力，要求坦诚沟通，共同成长。我的界限：3个月期限，保持独立，不降低标准。你的分享可能会启发其他人。这个占卜给你最大的启发是什么？也许是某句话触动了你，也许是某个建议让你茅塞顿开。分享出来，让能量流动。你现在最需要指引的感情问题是什么？告诉我你想看什么主题的占卜。他会主动联系我吗？如何提升感情运？这段关系值得继续吗？如何走出情伤？记得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你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。分享给你的朋友，特别是那些正在感情中挣扎的朋友，也许这就是他们需要听到的讯息。能量祝福与结语。在结束今天的占卜之前，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能量祝福仪式。请你现在站起来，双脚与肩同宽。深呼吸，想象有金色的光从头顶进入你的身体。这道光充满了爱、智慧和力量。让这道光流过你的全身，清理所有的负能量和伤痛。现在，把双手放在心口，跟着我一起说：我是完整的，我是被爱的，我值得最好的爱情。我设定健康的界限保护自己。我释放所有的恐惧和怀疑。我相信宇宙会带给我最适合的人。我敞开心扉，接受真爱。我选择爱自己，如同我爱他人。我是爱，我被爱围绕。深呼吸，感受这份祝福的能量在你体内流动。亲爱的朋友，请记住，你不需要任何人来完整你，因为你本身就是完整的。感情是锦上添花，不是雪中送炭。当你真正爱自己，尊重自己时，你会吸引到同样爱你、尊重你的人。真心不需要你去挖掘、去寻找、去证明。真正的真心会主动展现在你面前，用行动证明它的存在。如果你总是要猜测、怀疑、不安，那么也许这不是适合你的人。设定界限不是要把爱挡在外面，而是要确保进来的是真正的爱。你值得被珍惜、被尊重、被好好对待。不要因为害怕孤单而接受 less than 你应得的。记住，宇宙爱你，我也爱你。你并不孤单，我们都在爱的道路上学习和成长。每一次的经历，无论是甜蜜还是痛苦，都在教导我们如何更好地爱与被爱。愿你找到那个珍惜你的人。愿你的爱情充满光明和喜悦。愿你的界限保护你免受伤害。愿你的真爱如期而至。我们下周见，记得订阅，不要错过下期的他会主动联系你吗？宇宙传来的明确讯号，爱与光明与你同在。